哇，大哥还跟那儿跳呢，看，啊，大哥跳的真好看，具有那种就节奏感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6号星期六，去开普敦之前的最后一次集体训练。今天照例周六平田先生的早训练集体跑，看看不知道什么配速，也不知道跑多远。我说就这直接冲一壶水，798毫克，这必须得冲水喝，这不冲水喝不行，这烧心喝下去。可以冲一个水，今天跑一个。这周的跑量没有上周大，上周100多，110吧可能。这周今天跑完我估计80多。你看我正常的时候可能是100到140之间浮动一周，浮动比较大最近。以前规律的时候呢，可能就120多一周，500一个月。然后我到比赛周减量减到60，然后再加上周末一个比赛就是100，有20多公里换成了那个比赛的强度，就这么回事儿。现在可能减的会多一点，因为你随着就这段时间周跑量有点下降，就稍微再减的多一点就完了，就这么回事儿，没那么复杂。今天还带了个100千卡的普通能量胶，但是我这种带一般就是有备无患，大概率不吃。除非今天跑的强度比较大或者比较累，因为我今天出来之前吃了大概一小片白吐司，可能70-80千卡的样子。我要是这样，就是我要出门前吃一口，我训练就不吃，就是强度训练啊。如果是周3那种间歇跑的强度，那我就不吃，然后训练到一半的时候顶一口。就像上次的会员节目和大家分享那个训练中的补给，训练中的补给是重要的，就算您是在减肥期间，训练中的补给可能也重要，但是只是不需要，因为减肥期间的训练中补给不是说因为补给影响减肥，而是说减肥的时候的那个训练强度和训练量大概率不需要补给，所以它不矛盾。像你练到差不多的程度的时候，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尤其是晨跑的小伙伴，我还是建议出门之前不吃东西，还是建议可以试试。然后呢，过程中补给，这一开始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跟大家分享过几次，我第一次尝试空腹晨跑是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，我说咱们试试吧。那个时候日常的训练才只有可能5到12公里。最多跑个13-14公里就已经觉得挺长了。那天早上起来跑了8公里，我跑到一半我就觉得不行了，倒不是说缺糖没劲儿，而是就真的特别饿，这很正常，再正常不过了，这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。但是其实你适应了以后，你发现好像还可以，它也不需要那么多。那么对于像我这种规律训练有一定训练水平的小伙伴，时不时的试一试呢，那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。但是我还是建议，如果您这一天是个长距离训练，或者是个有强度的训练，空腹出来强度之间或者强度开始之前做一次补给，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。就是其实你前面这2-3公里热身，像今天我3公里10几分钟跑到这儿，差不多就消耗了一点，然后身体有点反应，然后一会儿起跑可能还行。如果今天跑的强度大，那到差不多8到10公里，我有一个补给之后，就算再跑10公里或者15公里，也就没问题了。而且这个补给是一个适应比赛补给的一个重要的过程。看这个，又要大阪城铁人3项了，看没？大阪城自己有一铁人3项，在这河里游泳，然后在这外边这样骑车。然后在这儿跑步。5月31号，然后我们跟着410吧。你看这すごい。
从15公里开始只剩我一个人了，上公里4分07。我不跑到20公里，我等前面看到田中先生他们那个第一组折返，我跟他们一起折返，看能不能追得上。但今天这种训练对我的能力来说，就是跑个节奏跑，比马配慢一点。这种跑我的理解啊，就是强度还凑合，然后呢有对有氧和会氧的训练。但我觉得这种跑现在对我来说，可能比较重要的是找跑动的感觉。因为它不带极限，不极限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调整那个动态感。一会儿等他们折返我一追，那就是极限了。极限下就是也不一样，对，是两种。极限下也是练动态感，就速度感。所以速度感就是在一定速度下你的游刃有余的感觉。肯定是和能力有关的，但是和感觉也有关。哎呦，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回来了。来到，来到。来到，够了。来到，3分33。来到，好，结束。来到，来到。他们也是20公里结束了，我18，可以最后追一追。白豆，拉倒，白豆。看看啊，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一刻，在那护城河里游，但是我老觉得那护城河挺脏的。然后在那个大阪半马那条起点那条路骑车，看看啊。348哦，哎，3分48 20公里，我的平均配速4分06，能看见吗？但是最后加速了，一开始慢。看单圈数据，
408、410、414、404、405、414、404、408、405、414、41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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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4
可以。最后1.5公里加的速。小伙伴们，5月16号星期六回来了，走两步跟大家聊两句。今天这种训练，两种配速的制定策略，两种跑法。第一种跑法其实差不多就是我这样，就今天这样，就是我的马拉松配速是3分45，然后呢，我今天跑4分05或者4分10，就慢大概20多秒。这个配速就是你有点累，就是你得稍微用点心，但是呢又很可控。在这个状态下去找那种跑动的那种舒展的感觉，慢慢的来。还是那句话，一切的跑步的姿势和动态，或者说所谓的竞技性，都是训练的结果，不是模仿的过程。就是你模仿那个姿势是模仿不来的，但是呢，你通过长年累月的积累，是可以让你的跑步动态在自己这身硬件的基础上越来越高效的。这就是这种课的作用。还有一种跑法，就是今天田中先生他们那种跑法。就如果我没有比赛，然后呢，同时是在一个完全没有伤病的状态下，能放开了去跑的话，今天我就会跟他们那一组。那他最后田中先生的平均配速是3分48，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马拉松配速、全马配速跑一个半马距离。这种呢你就会觉得有压力了，就其实这应该是挺累的了，因为最后还要有1-2公里的冲刺，这种就会觉得挺累。这种是干什么使？就是所谓的马拉松配速的专项训练。因为如果你就跑到马配，比方对我来说跑到3分45以内，3分40到3分45之间的话，如果只跑5公里、10公里，其实它也能叫专项训练，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。我认为马拉松配速的专项训练，15公里起步，就是15公里可能合适，20公里呢有点累。这种是干嘛使？这种就是让你熟悉你要比赛的这个速度。这是一种。剩下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强度课，一起变强的礼拜3，就是冲间歇或者跑变速，这种你要远远的快于你的马配，甚至是但是对我来说快于我的半马配就已经挺难的了。不是因为我的绝对速度慢，是因为我的半马太快。所以不同阶段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你看今天跟我一起跑的这些小伙伴们，他们的全马成绩可能是3小时上下，或者是2小时55上下。那我们一起跑4分08，对他们来说就是马拉松配速的专项训练。所以你看他们跑到15公里，基本上就不跑了，就差不多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不同的水平，不同的策略，不同的意义。但是昨天我和训练营的小伙伴分享，马拉松训练虽然说起来天花乱坠，但是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耐力和速度2个事儿，就没有第3个事儿了。老说是个系统工程，它是个系统工程，是因为这距离太长了，负荷太大了。但是正是因为马拉松距离太长，负荷太大了，才诞生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吓唬人的说法。因为42公里不是平常谁就能试的。你说我去跟一个人说跑1000米的秘诀，我还说的天花乱坠，这人不一定相信我。因为1000米就是全力冲，就是练个速度就是了，没那么多新鲜的，时不时还可以试一试。你一到42公里，这什么说法都冒出来了。因为大家平常都不跑这么长，都觉得这东西既挑战又神秘，这么一想就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说法。在这儿不常见啊，特斯拉非常不常见。可以，那就这么着。今天回家休息一会儿，要去一趟神户3宫有事儿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的直播是明天下午啊，咱们明天再见。